拿到今天的新闻英语来，各位，今天这一篇相当有趣。各位，大学联考专门考过这个主题，叫做胶囊旅馆。同学，这个台湾没有，日本有，那么很像大通铺，但是把它隔起来。同学，你就想象那种一般的民宿，好比说大家出去睡这个大通铺，然后同学有隔起来，那么看起来好像一个一个小私人空间。那么同学，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有文化特色的东西是大学联考最喜欢考的。你不要谈到那什么政治财经，那联考不会考。像这种好题目，来，同学咱们先走一遍，马上我们开始讲解。This is a capsule hotel. The rooms are boxes about the size of a coffin. These capsule hotels were once the sign of prosperity. Businessmen working too late or partying too late into the night could find a safe place to crash. Now, for that purpose, this small space does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A bed, a television, a radio. They were never intended to be lived i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but just costing $700 to $1,000 a month with no deposit, a housing bargain in Tokyo. The working poor are increasingly calling this home. 好，各位请看到解说部分，我们先看到这几个重要单字哦。同学，我们这个地方最关键的字叫 capsule。capsule 同学叫胶囊，这个字同学 CAP 记住代表头，来空格请填一个字叫头。那么同学，例如说队长是不是叫 captain 机长、队长都可以，就是这个组织的头。但是这里同学你要记住 capsule 后面的 SUL 就是 SOL 代表一的意思 solo， 对不对？我说他给我们来一段 solo， 来一段同学独奏。那么所以说同学就是一个头。那为什么同学叫胶囊呢？因为这个胶囊同学看起来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那各位大家再想一想，座舱也可以叫 capsule。比如说同学，一个汽车的座舱是不是驾驶舱？是不是或飞机的驾驶舱？是不是就好像这个飞行器这个汽车的头一样，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坐在里面。第二个单字叫 coffin 同学叫做棺材。其实同学 coffin 这个字它前面的 cof就是来自于 cover， 来空格请念 cover cover cough 同学就来自于 cover。 那么后面的 in 代表内部，也就是代表把它包在里面，同学这个就覆盖尸体的东西。第三个单词叫 prosperity 叫繁荣。同学，所有的繁荣它所形容的就是人人住在这个地方觉得前方有希望。 PRO 代表前面的意思。同学， spire 代表希望，空格请的希望，也就是前方有希望，这个地方欣欣向荣。所以我们中文说欣欣向荣，也不是欣欣再荣就是迈向繁荣。所以繁荣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事件。各位再看到 crash 这个字很有趣我相信同学们都知道 crash 这个字叫撞毁，因为它前面的 CRU 都是 crash 这种撞破的这种声音，压裂的这种声音。那么可是问题说同学你想一想，这 crash 撞毁，那是不是 bang 一下就没有功能了？好比说飞机撞毁了，或者都同学不要忘记要记这个如果电脑宕机也叫 crash，那是不是突然之间就没有功能？那我问大家，特别是在座同学，你老兄躺在床上，是不是好像插头拔掉一样，立刻 crash， 立刻坠毁了？所以说同学倒头就睡也可以叫 crash。 但是同学自己在旁边附注一下，这个倒头就睡你用 crash 之外，还可以用 collapse， collapse 是不是倒塌一样的用法嘛？对不对？好，同学，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来 intend 代表打算的意思。同学 tend 代表扩张，跟底下第六个单字一样，只是一个向内，一个是内在的扩张，一个是外在的扩张，一个是看得到的，另外一个是看不到的。你看第一个 intend 打算，这就是我心里在盘算，我内心的扩张就是打算要。那么第六个单词 extend 就是外在的扩张，你们大家都看得到我的视力的扩张，我的版图的扩张等等。各位看第七 bargain 同学叫便宜货，当动词叫讨价还价。各位这个字很重要的就是它前面那四个字母 barg 就是 bark 空格请念 k。同学 barg 同学什么是 barg
barg 同学是帆船里面最大的帆船，那种三桅帆船，也就是说同学那种巨大跑远洋的那种帆船。你想一想，那种帆船带的货，同学是当时最多的货。他一进港口之后，你都是大买家才能够上来跟他买。那买的话，同学大家就讨价还价，因为我这个帆船这么贵，我来这样不能给你停太久，我马上就要走了，我载完货马上就要走了，所以说你出一个价 OK 我就卖给你。所以说在船上那个买家跟这个船东一定要就地讨价还价，那么所以说 bargain 就产生了一个讨价还价。第二个，你想一想，他买那么多一次，铁定很便宜，对不对？所以说又产生了一个这个廉价的便宜货或者划算的交易，都可以叫 bargain。这样这段历史是这样由来的。那么同学，所以说这几个单字就是这个样子。来，咱们看到底下同学第一个句子来。This is a capsule hotel。 这个女播报员说，这是一个胶囊旅馆。The rooms are boxes about the size of a coffin。 她说这些房间都是小盒子，大约这个地方的 about 同学不要翻译成有关于，翻译成大约 about， 大约是一个棺材的大小。同学你这样讲实在是太不吉利了。This is a capsule hotel. The rooms are boxes about the size of a coffin.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句。These capsule hotel were once the sign of prosperity。 他说这些胶囊旅馆曾经一度 were once。 同学记住 once 这个字翻译成曾经的时候，你的 be 动词你的动词就要用过去式，曾经过去嘛，对不对？有一度随便你翻，是繁荣的标志 the sign of prosperity。 Businessman 他说商人们工作太晚，或者 party， 你看这个字多新的用法，当做动词就是开 party。 那么太迟而且呢同学太晚，能够找到个安全的地方 to crash， 找到个安全的地方睡觉，不用酒醉驾车回家。你看这个设想是不是很好？ These capsule hotels were once a sign of prosperity. Businessmen working too late or partying too late into the night could find a safe place to crash. Now for that purpose， 现在为了这个目的 this small space does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那么这个小空间的确，同学你看 do does did 加上动词原形是代表加强语气。 I love you， I do love you。 同学这个 do 同学放在 love 前面是不是就加强语气？就是这样。你看这里它的确有 do does have， 的确有你所需要的一切。Everything you need， everything 后面省了一个关系代名词叫 that。 A bed, a television, a radio， 一个床，一个电视机，照理说要加一个 set， television set， 可是现在英文它就不管了，还有一个收音机。 Now, for that purpose, this small space does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A bed, a television, a radio. They were never intended to be lived i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他们绝对不是被打算来住比较长的时间。同学，这个 intend 这个字，说个老实话，我们在这里时间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同学要记住 intend 这个字如果是主词为人的话，没有错，真的就翻译作打算要怎么样。 I intend to do it， 我打算要做这件事。但是 intend 这个字啊，如果说是变被动，也就是主词为事物，主词为事物的话，那就要把它翻译作被设计来做什么东西。因此同学你看这个地方的 they 是指那些胶囊旅馆的一些房间，就是这些房间它从来不是被设计要来生活度过一个延长的一段期间，也就是代表说它绝对不是给你长时期住，只是一个晚上而已。 They were never intended to be lived i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But just costing $700 to $1,000 a month with no deposit, a housing bargain in Tokyo, the working poor are increasingly calling this home. 他说呢，可是价格只有一个月啊，才花700块美金，或者说1000块美金。同学，你看看这个物价，东京的物价。同学，你看看1000块美金，同学现在算起来是多少？我们台币同学，假使说我算34好了，或者33，随便你啊。那一个月同学就是3万多啊，他们还叫这个叫 bargain， 他们还叫这个叫便宜货。所以同学，那个物价实在令我们难以想象啊。他说，在那里一个月住一个月，才700到1000块美金，而且没有押金。
with no deposit。A housing bargain， 这的确是一个居住的这个划算的交易在东京。那么 the working， 因为这样子，所以说 the working poor 就是工作的穷人。同学，你看 the poor 是不是穷人？定冠词再加形容词代表那一类的人。我加一个 working， 就是他穷，可是他还没有到达没收入，就是有收入的这些穷人。而 increasingly 越来越把这个地方叫做家。你看写得多好，就是你如果说写是越来越居住在这里啊，那就不漂亮，叫它做家，同学这漂亮的多。But just costing $700 to $1,000 a month with no deposit, a housing bargain in Tokyo, the working poor are increasingly calling this home. 好，同学，我们整段文章同学都了解之后，来，每个同学大家都看我这里来，各位。我每一次在播的时候，拜托各位，你第一个你不要看底稿，第二个你不要看上面的同学那个 subcaption， 也就是不要看上面的那个文字，同学用听的，你看看人家那个念法跟你的念法有没有不一样。所以说很多同学问我说怎么样增加听力，我告诉各位，增加听力就自己多念多模仿，你模仿多了你就知道那个调调是怎么出来的。像我们这样有几个单字 capsule， 你听人家怎么念 coffin prosperity crash。intend, extend， 还有 bargain， 你听它那字怎么念？甚至于一些很简单的字，同学 this is, were, once， 这些字如果说同学你够模仿它的话，老师不相信你的听力不会进步。来，从头到尾我们再走一遍。This is a capsule hotel. The rooms are boxes about the size of a coffin. These capsule hotels were once a sign of prosperity. Businessmen working too late or partying too late into the night could find a safe place to crash. Now, for that purpose, this small space does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a bed, a television, a radio. They were never intended to be lived i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but just costing $700 to $1,000 a month with no deposit, a housing bargain in Tokyo, the working poor are increasingly calling this home.